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，考虑过琉球人民的感受吗？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日本加强了和美国的军事联系，这不但引发了中国的警告和谴责，也在冲绳岛上引发了一轮新的抗议浪潮。其中有一位抗议者发表演讲，展示了二战前冲绳的照片。他说我们有绿地，很多土地用于农业和学校。这里曾经是一个绿色的、富裕的岛屿，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，但不是走向和平。中国驻法国大使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提出了二战后国际法的问题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在欧洲存在着违反国际法处理领土主权问题的势力，在亚洲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，其中比较尖锐的和比较突出的就是台湾问题和琉球群岛的地位问题。琉球群岛是日本在19世纪末通过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行据为己有的。二战结束以后，按照波茨坦公告，就应该恢复琉球的独立地位。美国出于反共目的，把琉球群岛交给了日本管理，并且在其中最大的岛屿冲绳设置了大型的军事基地群。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琉球人民的意愿根本无人顾及。从二战结束到现在，琉球人民每天都忍受着美国驻军的噪音、尾气、液体废弃物的污染，受到美国驻军无法无天、为所欲为的祸害。随着美国不断的炒作台湾问题，激化两岸矛盾，试图挑起战争来打断中华民族复兴进程，琉球的和平和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美军在加手纳、腊坝、普天间等基地的集结重兵，而且始终威胁中国要介入台海。可以想象，一旦驻日美军挑起战争或者是参与战争，这些个岛屿必然会成为解放军集火打击的目标。日本和美国联手对付中国，一定会把战争风险带到整个琉球群岛。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提出了所谓的岛屿游击战计划，他们所看中的几个岛屿也都是琉球群岛的组成部分，特别是南端的宫古岛和石垣岛。美军如果把导弹部队部署到了这些岛屿上，那么解放军是必须要发起火力覆盖的。按照解放军现有武器装备的射程，用来覆盖石垣岛和与那国岛、宫古岛等位置的美军，不一定是高精度的弹道导弹或者是巡航导弹，很有可能是老款的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低成本的远程火箭弹。这些打击弹药的精度没那么高很难保证民用设施和平民百姓的安全。从理论上说，琉球恢复主权独立，美日基地立刻撤走，对琉球人民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但是无论美国还是日本，都绝不可能仅仅因为琉球百姓的抗议就会撤出。所以我们估计只有两种办法能够彻底的解决琉球独立的问题。第一种是中国大陆动用武力，在统一台湾的同时，彻底的歼灭美日在第一岛链上的力量。第二种办法就是继续坚持和平努力，通过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方式，打破美元霸权，让美国失去维持海外驻军的能力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才有讨论琉球恢复主权问题的可能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